家人们，欧洲汽车圈这下是真大型社死现场了。以前我们总觉得 BBA、奔驰、宝马、奥迪是神，结果发现人家的神位保的也太费劲了，你们敢信吗？现在欧洲汽车圈高层开会，估计都在疯狂挠头，心里直喊我裂开了。为啥？因为中国品牌不讲武德啊！同样的性能，价格直接给你砍一半，就问你拿头打？一辆中国 SUV 2.5万欧元拿下，开起来那叫一个香。欧洲那谁自己家的一个牌子卖6.5万欧元的都得靠边站。更炸裂的是，在欧洲卖电动车，中国品牌已经把宝马、奥迪、大众3家加起来都干趴下了，销量直接炸穿。最骚的是啥？内部文件都爆出来了，人家欧洲车企5年前就料到今天这局面，结果呢摆烂躺平，啥也没干。等反应过来，自家地盘都快被偷光了，现在只能灰溜溜的找政府爸爸救我。结局已经写好了，100年汽车王朝眼看就要被咱们中国汽车给掀桌子了，这剧情比大片还刺激，坐等下一集。欧洲汽车大厂的老板们现在估计睡不好觉了，他们可能正在做同一个噩梦。几十年来，他们凭啥这么横？技术牛，牌子响，然后就是你爱买不买的高价策略。结果呢，咱们中国的汽车品牌直接掀了桌子，喊了句价格虚高，设计过时，不好意思，我们改规则了。前几天爆出来的内部邮件简直就是大瓜。欧洲高管们内部开会，嘴上说着尊重，心里却慌得一批，直接把中国品牌定义为生存威胁，说再这样下去，10年内欧洲车圈就要大规模失业了。这可不是吹牛，数据很吓人。2019年，中国电车在欧洲就是个小透明，只占了 0.4% 的销量。到了2024年，直接干到 10%加，而且还在嗷嗷猛涨，指数级，懂不懂？你以为只有电车，格局小了。人家连燃油车都在磨刀霍霍，准备去平 A 欧洲的老家伙们，而且从几万块的平民车到100万豪车，通通不放过。最扎心的是什么？是质量。欧洲车企这些年都在干嘛？疯狂抠成本，搞计划报废，让你车开几年就坏，好回去换新车。而中国车企在干嘛？疯狂卷技术，卷创新，造出来的车性能吊打同级欧洲车，价格却直接打骨折。所以今年想买车的宝子们，听我一句劝，赶紧点个关注，点上灯。这场汽车圈大地震才刚刚开始，我保证接下来全是猛料，绝对颠覆你以前买车的所有认知。排名第7的是比亚迪 Atto 3。比亚迪 Atto 3在欧洲凭什么炸场？它正在系统性的终结 BBA 的谎言。兄弟们，聊个狠的。比亚迪 Atto 3在欧洲市场已经不是搅局者了，它更像是一个规则破坏者，正拿着一把锋利的刀，一刀一刀的削着德国豪华品牌的根基。我们抛开那些虚头巴脑的，直接上干货，看看它到底凭什么能摧毁 BBA 在欧洲的销量神话。第一刀，价格用屠夫的方式终结溢价时代。如果说过去我们买 BBA 一半是买技术，一半是买品牌溢价，那比亚迪 Atto 3就是奔着让你只买技术来的。3.8万欧的起售价，对标的却是6.5万欧起的同级 BBA 车型。这中间差的是什么？是品牌在过去几十年对消费者心理的精准剥削。宝马 iX3 加个最基础的驾驶辅助就要5000欧，这操作不就是在明抢吗？比亚迪反手就把先进的自动驾驶给你标配了，这已经不是性价比问题了，这是价值观的碾压。第二刀，技术用事实说话，撕掉德系神话的画皮，别再信什么100年工程的玄学了，数据才是硬道理。1. 加速，比亚迪 Atto 3比宝马 iX3 更快。2. 充电，比亚迪 Atto 3比奔驰 EQA 更快。3. 能耗，比亚迪 Atto 3比这2位德国对手都更高效。你猜欧洲经销商怎么说？他们可能只会含糊的跟你提驾驶感受，但绝不会跟你摆上这3项性能数据的对比。为什么尴尬？因为当皇帝的新衣被一个孩子比亚迪当众指出时，再多的辩解都是苍白的。第3刀，服务用真诚对抗套路，完成消费者心智占领。BBA 的商业模式是低车价高服务的套路，车卖你，但后续的保养维修配件是持续的利润奶牛，价格贵的离谱，让你欲罢不能。比亚迪直接把这套路给废了。1. 保修，给你8年的超长电池保修，宝马3年，对比一下高下立判。2. 成本，服务成本直接比德系低 60%， 配件不搞价格垄断。3. 品质，在匈牙利工厂生产，用德国同供应商质量标准拉满，还反过来被欧洲经销商污蔑中国质量差，这操作妥妥的此地无银300两。结论是什么？欧洲消费者已经觉醒了，他们发现原来自己花2倍的钱买到的不一定是更好的产品，只是一个昂贵的品牌故事。而比亚迪就是那个勇敢的揭穿者，他用无可辩驳的事实告诉大家，好的产品不需要靠故事和溢价来支撑，它本身就足够有吸引力。这场战争，比亚迪赢的不是价格战，而是回归产品本质的价值观之战。
第6名 Neo ET7 一拳打爆奔驰脸，这辆 Neo ET7 把欧洲老牌按在地上摩擦。兄弟们，别再吹奔驰是豪华车标杆了。现在榜单上有个新狠角色，排名第6的 Neo ET7 已经把欧洲豪华车的王座给掀了，你敢信吗？据说梅赛德斯的高层都坐不住了，连夜开了个紧急董事会，就为了讨论怎么应对这个来自东方的降维打击。它牛在哪儿？一、速度与激情，奔驰 E 级 Q40 加速要64秒，Neo ET7 呢3.8秒。这差距已经不是领先一个身位，是直接把对方送回起点了。2、换电黑科技，奔驰车主还在充电桩那儿苦等1小时，Neo 车主开着车进换电站，3分钟一杯咖啡的时间满电出发，继续浪。这已经不是未来了，是现在欧洲遍地都是的运营体系。3、软件才是灵魂，奔驰还在给你搞付费解锁功能。Neo ET7 的 Nomi AI 助手又智能又好玩，还支持 OTA 空中升级，车是越用越新，越开越强。最要命的是啥？价格。奔驰 EQ 系列卖 9.5 万欧， Neo ET7 只要 6.9 万欧，足足省下 2.6 万欧。这已经不是性价比了，这是性能羞辱。更骚的是，奔驰总标榜德国制造，结果很多车都在墨西哥、东欧拼装。Neo 呢，清清白白，挪威组装，零件来源、品控标准全给你晒在阳光下，主打一个坦诚。更搞笑的是，奔驰自己人偷偷发邮件说 Neo 这技术我们真搞不定。所以你看，所谓的欧洲豪华神话被 Neo ET7 用技术、效率和诚实给戳破了。现在欧洲的聪明买家都在抛弃那些玩套路的老品牌，拥抱这种说到做到的高端新体验。奔驰这我咋玩？我太难了。第5名 MG4 不只是便宜， MG4 正在重塑欧洲人对好车的定义。最近聊欧洲电车绕不开一个话题，中国品牌特别是 MG4 正在那里刮起一场价值风暴。很多人第一反应是哇好便宜，但这事儿远不止便宜2个字那么简单，它更像是一次对欧洲汽车市场陈旧规则的降维打击。我们先看一个最直观的数字， MG4 起售价29,990欧元，而同级别的大众 ID.3 基础款要42000欧元。这中间差了1万多欧，可不是个小数目。这笔钱差在哪里？大众自己内部的战略文件已经给出了答案，他们觉得 MG4 对他们构成了根本威胁，威胁的根源在于 MG4 用欧洲豪华车才有的配置卖出了入门级的价格。这不是性价比的胜利，是价值交付的胜利，证明了欧洲车企多年来的高价有很大一部分是品牌溢价和市场操纵。有人说中国车质量不行，我们来掰扯掰扯。一、制造上 MG4 的工厂自动化程度和品控标准已经反超了多数欧洲工厂，所谓的中国制造早就不是过去那个概念了。2、体验上加速、能耗、空间这些硬指标 MG4 的数据已经把欧洲对手按在地上摩擦，更别说软件稳定性和充电可靠性，这是很多欧洲车目前还在头疼的短板。3、信任上 MG 敢给7年超长质保，因为他对自己的产品有信心。而一些欧洲品牌缩短保修期本质上是一种风险转嫁，你为它的成本优化买了单，却要为未来的故障买单。现在欧洲消费者也开始人间清醒了，经销商那边传来消息， ID.3 的销量被 MG 等中国品牌抢走了 30%， 这说明什么？说明消费者拒绝为虚高的品牌价值买单，他们更看重的是实实在在的工程完整性和售后保障。MG4 的出现就像一面镜子，照出了欧洲汽车保护主义的虚伪，也照出了中国品牌在技术和质量上的巨大进步。它带来的可能不仅仅是价格革命，更是全球汽车市场权力的一次转移。第4名小鹏 P7， 小鹏 P7 一出手，宝马都开始破防了，德系神话正在崩塌。兄弟们，最近汽车圈炸出个大瓜，小鹏 P7 在欧洲杀疯了，直接把宝马按在地上摩擦，堪称降维打击。P7 凭什么？就凭这几点，宝马看了都得沉默。一、智能驾驶王者降临，宝马的驾驶辅助就是个半吊子，你还得时刻盯着，生怕它突然智障一下，还得额外花8000欧。反观小鹏 P7， 人家是真正的自动驾驶，在欧洲的实路测试中稳如老狗，给你完全不同的体验。宝马内部自己都承认了，小鹏的软件集成比我们牛多了，这脸打得啪啪响。2、配置拉满，价格真香。宝马还在玩选装包游戏，把本该标配的功能当卖点收你钱。小鹏 P7 直接把你梦寐以求的先进技术给你焊死在车上，标配最狠的是啥？配置比你高，质量还好，价格直接便宜你 2.5 万欧元。啥概念？就是你省下的钱再买个宝马3系都够呛，这已经不是性价比，这是价格屠夫的节奏。3、性能加速，无视德系。
别再吹什么德国性能了 ，P7 一脚油门下去，加速性能直接超车同级别宝马，能效还更高。更绝的是 OTA 功能，小鹏能像手机一样隔空更新，越开越新，越开越强。宝马呢，上个软件更新还得跑去 4S 店排队，还收钱，活在上个世纪4，豪华体验成本控制不住了。以前总觉得宝马内饰高级 ，P7 一比用料和做工完全不输，甚至更精致。结果宝马是靠豪华营销撑起来的门面 ，P7 直接把它扒光了，让大家看看什么是真实的豪华，最骚的是啥。宝马自己人都慌了，经销商内部聊天记录都曝光了，销售被培训，千万别让客户试驾 P7，为啥？一对比，宝马那点价值主张瞬间碎一地。说白了，宝马靠着100多年的技术光环和营销话术收割用户。现在小鹏 P7 带着中国硬核杀过来了，不讲虚的，只看实力。这不是简单的车价对比，这是新时代汽车工业的降维打击。第3名，长城 Aura 03，欧洲豪车们慌了，长城这波王炸直接掀了桌子，兄弟们，你们信吗？一辆中国车在欧洲把那些 BBA、奔驰、宝马、奥迪的豪华车位给搅得天翻地覆，这车就是长城的 Aura 03，它现在排第3，直接指着欧洲豪华车的鼻子说：“你的位置我要了。”价格卷王，欧皇瑟瑟发抖。先说最扎心的价格 ，Aura 03起价多少？3.5万欧元。就问你，欧洲品牌卖6万、7万的同级别豪华车，现在是不是心里咯噔一下？你想想，欧洲品牌收你6万欧，图个啥？不就是个 logo 和豪华感吗？结果 Aura 03告诉你，别扯了，你那点所谓的高端配置，不就是欺负消费者不懂吗？举个例子，这简直是价格刺客的反面教材。奔驰一个基础氛围灯3000欧，爷，您这灯是用金子做的吗？Aura 03直接给你标配一整套牛 X 的先进照明系统，这叫啥？这叫把选择权还给你，但把最优解给你。欧洲品牌藏掖了那么多年的骗局，被这价格单刀直入给捅穿了。2品质焊死，德国工艺拿捏了。有人会说便宜没好货，中国车品控不行，格局小了。Aura 03的做工那叫一个不讲武德，喷漆工艺、面板缝隙、内饰用料，通通达到甚至超过了德国标准。你手上摸到的每一处都感觉是德国老师傅拿捏过的精密。以前我们说德系精工，现在得加一句中国制造，青出于蓝。欧洲人嘴里的精湛工艺，感觉都花在 PPT 和广告上了。人家长城呢，直接给你看生产线，透明得像水晶，这叫什么？这叫实力派，不玩虚的。3，技术超车，车机好用才是王道。再聊聊车机，这更是欧洲豪华车的痛点。奔驰的 M-Box 卡成 PPT， 宝马的 A-Drive 复杂到像开飞机，操作反人类，卡到怀疑人生，这也能叫豪华？看看 Aura 03的车机，响应快，不卡顿，巨流畅。界面设计比欧洲那套不知道高到哪里去了。一句话总结，中国互联网思维把欧洲车企的车机按在地上摩擦。4，养车暴击，欧洲品牌怕你省钱，也是最致命的养车成本。Aura 03一年保养只要280欧，而同级别的奔驰呢？1200欧，4倍多的差距啊！朋友们，这差距哪来的？就是欧洲品牌把客户当提款机，搞你买了车就得持续给我送钱的模式。现在 Aura 03来了，告诉你买车不是结束，是享受的开始，而不是无尽的负担。总结一下。Aura 03这波操作就像是拿着性价比屠刀和品质大棒，直接冲进了欧洲的豪华俱乐部，把桌子给掀了。他告诉所有人，豪华不应该是一个被精心策划的割韭菜骗局。你觉得那些欧洲豪车品牌接下来该怎么接招？评论区聊聊。第2名，比亚迪 Seal。刚吃了个大瓜，惊得我瓜子都掉了。今天的主角是比亚迪海豹和宝马。这事儿啊，得从一场官司说起。宝马自己内部的性能数据不小心泄露了，结果你猜怎么着？数据显示，比亚迪海豹一款起价才 4.7 万欧的车，性能把宝马 M340i 6.5 万欧加按在地上打。这事儿就很有意思了。以前我们总觉得欧洲车牛、技术牛，牛了几十年，现在才明白，这牛的背后全是心机。德国佬自己都承认了，比亚迪的电动系统在加速操控上比他们最好的发动机都强，但同时他们也承认自己一直在锁性能。啥叫锁性能？就是给你好东西，但不给你全部。想体验顶级快感，加钱买高配，买后续升级包，这不就是先把你圈进来，再慢慢宰的套路吗？再看比亚迪，主打一个实在。我卖你车就是最好的配置给你，一步到位，没有套路，花小钱办大事，性能直接拉满，而且质量还杠杠的，听说做的跟保时捷似的，价格却便宜好几万，最关键的是还特别耐用，不像德国性能车感觉设计出来就是为了让你隔三差五去修，好让他们赚售后钱，这算盘打的珠子都崩我脸上了。欧洲人管这叫精密工程，我们老百姓管这叫计划报废，就等着你修车的时候掏腰包。
现在消费者反应过来了，干嘛要当冤大头，直接上比亚迪呗，性能更好，价格更低，开的还省心。所以宝马销量暴跌25%，这简直是一点不意外。这哪是销量下滑，这是口碑的崩盘。说到底，以前我们信德国精密，现在我们信中国实在，这场戏看懂的人已经上车了。第一名 NIO ES8， 兄弟们，欧洲汽车圈最近坐不住了，为啥？因为一款叫 NIO ES8 的中国 SUV 像条泥石流一样冲进欧洲，直接把百年豪华神话给冲垮了。价格屠夫直接捅刀，这车起价才6.4万欧元，折合人民币才50万出头。而隔壁奔驰 EQ 系列动不动就12万欧元，近100万人民币起步。结果呢，车机卡到怀疑人生，技术有点薛定谔的稳定。NIO 直接告诉你，1半的价格给你顶配的自动驾驶丝滑的互联系统，稳定的像山一样可靠的质量。这哪是卖车，这是在搞科技平权啊！技术碾压，大佬都服了。你别以为这只是吹牛，大众集团的内部文件都出来了，白纸黑字写着 ES8 代表了我们目前无法实现的技术能力。翻译成人话就是我们搞不定，甘拜下风。人家软件、电池、制造质量那都是降维打击。最骚的是换电，欧洲车主充个电能等出幻觉，NIO车主3分钟换块满电电池继续浪，这差距已经不是代差了，是次元壁。幕后揭秘巴夏皇帝的新装。欧洲品牌爱吹德国工艺血统纯正，结果呢？生产透明度 NIO 在欧洲的工厂质量标准比很多德国厂还高，流程还给你晒得明明白白。某些欧洲品牌一边全球找便宜零件，一边跟你扯本土情怀，这波属实是两面派。豪华剥削，欧洲豪华车怎么收割你？玩饥饿营销，加一堆没用的选配，保养贵的像抢钱。NIO 直接给你诚实的高端体验，价格透明，服务实在，这波是破除了信息差。性能羞辱 ES8 的加速能把那些卖它2倍价的大哥们按在地上摩擦，还更省油，空间更大，坐着更舒服。啥欧洲豪华？营销材料里的 PPT 豪华呗。最后送上灵魂暴击。德国豪华车内部的销量数据都显示，自打 NIO ES8 在欧洲火了，他们的高端 SUV 销量直接跳水式暴跌。这哪是销量下滑，这是工业文明的降维打击啊！总结 NIO ES8 的出现就像是给欧洲汽车行业发了一张您的技术已过时，请速速更新的通知书。最近欧洲汽车圈可谓山雨欲来，7款中国新车一亮相，直接把整个行业给炸了。欧洲大佬们好像集体破防了，最近闹得沸沸扬扬的中国汽车在欧洲那点事儿，我跟你说，看完这些新闻，我是一整个大哇塞。你想想，过去咱们一提好车，脑子里是不是蹦的都是 BBA， 觉得欧洲车那就是天花板。那会儿欧洲车商玩的可溜了，他们不靠技术，靠的是一套饥饿营销的祖传手艺，就跟你玩游戏似的，搞个稀有卡，故意不给你全，让你充钱去买。车也是，给你几个高端型号，价格死贵，其他技术给你藏着掖着，就这么一套，把你当大冤种割了好几十年。结果呢，中国车企杀过来了，完全不是同一个玩法。咱们就像个实在人，把钱直接砸在研发上，造车就是为了让老百姓开上好车，花对钱。这就好比一个靠算计你过日子的，一个掏心掏肺对你好的，你说你选谁？所以你看欧洲车企那反应叫一个搞笑，他们不说我们反思，我们要造更好的车，人家直接喊老师有人作弊，政府管管他，然后搞关税，自己不行就让别人也别行。这心态就跟输了游戏就掀桌子的熊孩子一样，没品。最逗的是欧洲那边的工人都看不下去了，中国公司去建厂开出的工资高，活还干得漂亮，技术先进。欧洲老牌工厂的工人一看，哟，这活不错啊，工资还高，那咱过去呗。这叫啥？这叫用爱发电，输给了用钱发电。说白了，就是被全方位的碾压了。技术价格现在连人心都丢了。所以说这波趋势挡不住的，欧洲消费者也开始醒悟了，自己开一开就知道了，中国车到底行不行？我跟你说，现在入手中国汽车的窗口期可能不长了，因为关税这事儿迟早会来，到时候价格肯定得涨。想提前上车体验一把什么叫科技平权的，可得抓紧了。想知道欧洲政府为啥这么跳脚，为啥这么害怕一个蓬勃发展的行业？点个关注，加入我们的车友圈，我下次专门开一期直播，把那点不能说的秘密给你盘明白，绝对颠覆你的认知。